嗨，欢迎收听夏木说音乐。回顾一下2023年的那种迷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迷音的影片？你有在看吗？知道迷音是什么吗？我知道迷音，但是那些太新的迷音，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那以前经典的梗，你记得是哪些？这样讲出来，年纪透露没关系啊，你可以说是那个，就很老派。你可以说听别人讲，听别人讲。除了马桶人，我们刚看的马桶人以外，还有哪？你知道马桶人其实是 Alpha 世代的东西 ，Alpha 世代就是出生就有平板的。然后到10岁，对，10岁上下，然后出生有平板，然后还去跟 Z 世代解释，Z 世代可能就我妹那年纪20几岁， Z 世代还觉得 Alpha 世代是什么东西，无法解释。他们在解释，就像那个我们在解释爸妈说 TikTok 是什么 ，YouTube 是什么这种感觉，然后感觉自己已经格格不入了。对对，那到底为什么马桶人会红啊？对啊，而且还拍成一系列的影集。它是有一系列哦，然后一直更新。有我有看。对啊，那你还有看哪一些的迷音？有没有哇酷哇酷？有看那个吗 ？Spy Family。我有看 Spy Family。那里面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雅尼哦，安妮亚，对，他就是不是都会讲哇酷哇酷？哇酷哇酷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一直想。我只有想到那个就是哇酷哇酷汉堡，可是他在中山站有一间，又在业配没有啦。对，但是我不知道，我也很好奇，我觉得好像是他外星语，就是他的口头禅嘛。因为很多日本漫画也都会写哇酷哇酷，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知道，希望那个网友能够在那个听众朋友在下面留言告诉我，留言跟我们说。对，其实我也很常听到，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只是他的口头禅，或是他准备要做什么的一个或者什么气势或者什么口号要干嘛？对啊。因为那个马桶人其实在 TikTok 跟 YouTube 都超级红就是一个马桶，然后绕来绕去还会唱歌，而且他的歌曲超级洗脑，很洗脑那个一听一整天都在听那个，都在脑袋里面绕。对啊，因为它是2首歌很有名的2首歌合在一起做 remix 版本。对啊，等一下来放给大家听。对啊，然后所以他后面还有出现什么摄像头人。你有看到后面吗？摄像头人，我没有看到后面，但是我看人家的解析，就是他们就是打来打去嘛，然后拿枪攻击，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大咖这样。然后就那个马桶突然有那个 BOSS 级出现了。对，然后摄像头人还冲到他后面，把马桶那个按下去冲掉他，对，就把它冲掉。然后我们看到后面才发现，原来那个是马桶人的克星，不能让他被冲走。对，很好笑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是大 boss 眼睛发出雷射那个。对啊，横扫所有的那个摄像头，然后就全部死了。我记得他那个网红的名字我不太会念，叫什么 Danfeel Boom Danfeel Boom。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好像是自学动画，对，然后好像自学了9年对，他才25岁他原本那时候是25岁动画师啊，他自称动画师，然后开始做这些，然后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动画元素有用到那个以前的游戏，叫那个什么《战力时空2》，还有《绝对武力》。其实我那时候看，我就觉得有一点。就是我好像有看过那个感觉，但是我想不起来是哪一部游戏他在设计的那个外款，因为我小时候有打游戏对，或是看同学在那边，对啊，以前好像就是有那种感觉他的那个外形的那个框框，或是他设计的那个角色的那个外形，有一点小时候的感觉，我不会说，我只觉得他很厉害，自学然后可以做成这样。他目前已经达到了3630万的订阅数。是美国目前观看次数最多的 YouTube 频道因为他那个真的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你每次就是在你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就结束了，然后你就跳下一集，然后你不知不觉就一直跳下一集，一直跳下一集，然后就会很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然后不知不觉就看好几十集过去，因为每一集都有梗啊，不是还有什么突然冲到餐厅里面然后开始在播歌，然后就什么东西没有前后文，他又在干嘛了？对，而且他就是没有语言，他就是你就是直接看，然后就是
不管是什么国家的人都可以理解，都可以理解，这是最厉害的。对，就代表就是这已经无关语言了，已经跨国了，这样。对，只要透过那个看懂影像内容就好啦。对，而且他写的东西都很简单。对，就是很简单，就是打来打去嘛，就是两方打来打去，就一个反派，一个正派。我连马桶人正派我都不确定是不是正派，不知道，然后再配合那个洗脑的音乐，然后就一直重复在一起，然后你不知不觉你的时间就不见了，对，他就马上消磨，你就一直想要看下一集。然后还有网友说什么，这可以拍成 Netflix 影集了，有没有？还有人敲碗说，怎么不拍成2个多小时的电影呢？电影在哪？2个多小时的电影，他可以去报名奥斯卡这件事情。对，很神奇。不过这就是美国发想的教育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会鼓励就是学生去尽量的想象。对。以前我在那个加拿大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先 try。就我后妈都会说，你不要不敢啊，你就试试看啊什么的，你就尝试去做你没有做过的事，你才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就先不要拒绝。对，以前爸妈都会说，这个不好，不要。对啊，先阻止。对啊，我觉得他们那样比较好就是凡事都先试过。对，而且不要怕犯错。对。然后我以前在那个公园啊，加拿大公园很大，然后就枫叶很漂亮，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在逛公园，然后旁边有个小孩，然后2个妈妈，本来是他们朋友，感觉是闺蜜，然后他们2个就牵手，一人手牵手，然后就牵着那个中间有个小孩，就牵着他，然后那个小孩就在那边，就好像3、4岁而已吧，然后在那边跳，就是在那边跳来跳去，就是想要跨很大的步伐这样，然后他就在那边跳，然后那个什么，他妈妈就说什么你可以，就讲英文说什么你可以做到的，好，再一次加油什么的。然后我旁边朋友就说，只要在台湾就说邓启立有栽之类的。对啊，就会被骂，就是文化差异好大对，就是他们的训练不是说他们比较好，而是说他们会给予你想象的空间，他不会让你连就是想象都没有。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其实还蛮难得的。对啊，如果大家以后也可以跟那个外国学生交流，你想练英文嘛？你可以问他是你们那边教育模式是什么的啊？对啊，因为他们也会用图像啊，习惯用那种方式，就是来学很多东西，发想的方式。是那个什么心智图吗？就是画很多，对，有点很多那个，对，有点像那个，对他们有很多东西都延伸那个东西。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很不一样以前都没有想过，或者是如果你被分派什么工作。然后老师也会，比如说有些学生会说，可是我不会，他都会回说学就好啦，谁一开始会，就这样。对啊，对。不过以前我那个时候在那个什么，就是工作的时候，就会很常遇到一些就是刚进来的同事们都会说我不会，这样，可是我不懂啊。对，但是我们就会想说，就学啊，不然嘞，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回答这句话。我们那时候也会说，就是会说这个我不会，但是可不可以教我？就是不敢那么理直，说我就不会啊。对，我之前我提到那个银行同学，不就也是银行朋友也是这样吗？他们一致柜台都说我不会，就变成老鸟就要去开户了，为什么？真的无法理解，难怪他会离职，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他的主管为什么可以同意新人说我不会，然后就叫他那个老鸟去开户啊。对啊，其实我不是很懂，主管是不是想逼走他？他也很压抑，他后来离职。对啊，所以然后你这个时候会不会有讨论说，小朋友刚刚讲到的阿法时代，他们都患上了就是马桶人症候群。我看网络上都说把自己装到篮子里面那边转，模仿马桶人。会不会他以后上厕所就在等？弟弟你在前面在等什么？我们怎么没有投出来？会不会他想出来等什么？不过我只觉得还好，我侄子侄女还没有被马桶人传染。对，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巧虎，还没有很多人。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很多小孩看过马桶人吧？我不确定，感觉是欧美那边流过来的，先兴起一波。不知道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在 TikTok 一席卷了那么多。一刚开始他只是 short 短片而已。对，它不是长片的那种。我看的也是 short 短片，就是很有趣。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有一些迷因，就是都让人家很忘怀，就连那个山道猴子。欧洲车又怎样？你没技术也只是个渣啦。咦，好像会外抛耶，可是现在补刹车一定会滑掉啊！干，对面有卡车，干拎娘，来不及了。还有那个什么，你好，我想那个球佛，你有看那个吗？丝滑的舞蹈？不对呀，我想问的是怎么走？那边扭啊？你没有看球佛吗？我就是都是片段的，应该有看过一个男生在跳舞，然后那边对海盗，很像海带舞那种感觉。跳舞不是在抖音还 TikTok 最近很红是什么？第3科目。然后还变那个海底捞不是？对啊，然后就很多人在跳，还有各国的人在跳。对啊，那个也很红。我也是有点不懂。那个 Queen Card 也超红的啊。Queen Card 就是那个是那个谁？是那个爱的那个韩国女团的歌。对 ，Queen Card 哒哒哒。有你这样哼我印象。我音准没有到那么绝对啊，因为我已经忘记了，那时候实在太火红啦。对，还有那个叫什么智秀的开花舞蹈那个讲到这个，顺便讲一下音乐，就是智秀的开花舞的那个音乐的旋律，很像，它有一段很像那个宝贝在干嘛。悠悠上班，忘吃早饭，手脚忙乱。宝贝在干嘛也是一首抖音很红的歌，就对。然后还有那个滑步那个 step back 吗？对，那个也很红，好多人学。还有吹笛子的那个。吹笛子我没有印象，我都不知道。就是有很多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迷因，超级对啊，莫名其妙。还有一个什么我姓石那个很久以前就有了。对，不过他那个真的很魔性，咚，那个很魔性，然后就很多还有外国人也在这边我姓石，然后他什么都开头。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是。然后就莫名其妙不知道起中毒了。对，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火红起来，都有一些好奇怪特别。以前我好像都有做这一系列的真的。对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就是讲各国，那时候讲各国的迷因，那个以前那个 Lisa 很红的螃蟹舞是，她很会模仿螃蟹跳舞。对，还有什么拉什么摘星星舞。对，他有很多，就有一阵子，那个是几年前，对，不过他那个时候就上节目啊，然后就很红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没有包袱在跳，然后 Jenny 在旁边笑到不行了，就笑得很夸张，然后觉得 Lisa 怎么有办法做的这么完全做自己？我觉得最近很好笑，就是那个韩星 Jessica 都会，就是台湾歌迷都会教她骂脏话。你有看那个短影片吗？有。我是 Jessie， 干。那个很有趣耶，这是另类互动。对啊，然后跨年的时候，大家也要教他新的。他就说 no 干，然后他就说有人叫他靠腰，好好笑。然后他们也对各国的，我以前去那个加拿大留学的时候，也会被影响，然后他们都会教我几句脏话，他们很想知道脏话怎么讲。对，然后我后来才知道韩国有一个很严重的脏话叫什么西巴，对啊，对，然后他们韩国的男生都跟我说什么，你不能绝对不要讲，他说他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的语言，可是这而且会被打，他说你如果随便讲的话会被打，他这样跟我讲。可是在那个韩剧很常见，他就说你不要乱学啊什么的，他说你不要乱学。我之前是看。就是有一个韩国华侨，他就有发一个IG，然后他就说他今天住到一个那个饭店，然后饭店是西巴，然后他就说身为韩国人对这个对真的啊，好像是很不好的脏话。然后有一次我在聊天，然后那个西班牙同学听到就说哈什么这个也是在我们西班牙也是脏话的一个音。也是西巴也是，对，西巴也是。对，我讲他就知道，然后他也在笑，说什么我们居然是一样的脏话，这样音很像。
对，然后但是我韩国女生同学就很好，教我2招必备，一个叫什么欧巴一定要会讲，对，然后第2句叫사주세요，我说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学？他说欧巴请客。对啊，叫我说사주세요，要学起来。我其实不会，我只会 김치주세요而已，什么 김치주세요什么的乱学。对，自以为很有语言天分，什么안녕什么的，对，乱学一通，然后只会这几句这样。对，我那时候还有学那个多少钱，怎么讲 ？Oh my oh my oh， 是什么忘记了？对。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之后看。我觉得那个韩语有个舌音，我不太会学。对啊，我那时候念日文也都是学好久哦。对啊，学了很久，然后现在完全忘了。在学校有免费的那个选修可以去选，或是我有去修1学期、2学期。那你现在会讲什么？我忘了，我只记得 QQ 侠是讲救护车，QQ 侠为什么要学救护车？你因为我就觉得他那个发音很有趣呀。QQ 侠他发音很有趣啊，好像在讲什么脏话。而且那时候我在跟那个跟同学对话，就是每次都说哈基梅马西达，哈基梅马西达什么的，什么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什么的，对，我都是都说什么的，开始乱讲，就2个在对话，哎，怎么扯那么远？乱讲，我们在讲语言，我们在讲迷音。没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系列的迷音影片吧。然后，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朋友，你可以就是上 YouTube 搜寻我夏木说音乐，对，你就可以看到这支影片。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明天记得那个投票，加油！对，就这样子，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哇麦 K 不溜彪不溜彪，恐龙扛啷扛啷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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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Jeffrey, you can do it. Pave the way, put your back into it. 好了，开始喽，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弯呀弯？晚安，马卡巴卡。